大家好，欢迎来到木兰德语。在上一期视频里，我们讲了动词 lassen 的变位，还有它作为主要动词，德语叫做 Hauptverb 的几种常见用法。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 lassen 作为助动词的3种超实用的句型。这些句型你可能经常听到，但自己却说不出口。今天我们就来彻底搞懂它。这期视频我会带你看4个部分的内容，最后是本期视频的小结，还有挑战练习题，等你来做哦。我们先来复习一个基本概念，什么是助动词？简单来说，助动词就是那种不能单独使用的动词，它必须和另一个实义动词搭配，才能表达完整的意思。lassen 做助动词的时候也是一样，它得和一个不定式一起用，中间还要加一个 accusative， 所以它的结构就是 lassen 加上 accusative 再加上动词不定式 infinitive。 这里的 accusative 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如果是人，意思是让某人去做某事；如果是物，意思就是让某物处于某种状态。现在我们了解了 lassen 作为助动词的基本结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lassen 的3种最常见的用法。lassen 的第一个用法是表示允许某人做某事，相当于 erlauben。这时 lassen 的结构就是 jemand lässt 加上 jemanden 再加上 infinitive 不定式。来看下面2个例句。Ich lasse meine Kinder am Wochenende länger aufbleiben。我们也可以这样说Ich erlaube meinen Kindern am Wochenende länger aufzubleiben。我允许我的孩子们周末晚点睡。Aufbleiben 熬夜不去睡觉。Der Chef lässt seine Mitarbeiter früher nach Hause gehen. Der Chef erlaubt seinen Mitarbeitern früher nach Hause zu gehen. 老板允许员工们早点下班。第二个用法，请别人帮我做某事。这时候结构还是 jemand lässt 加上 accusative 再加上动词不定式 infinitive， 只不过这里的 accusative 指的是物而不是人，意思是这件事儿不是我自己动手做的，而是请别人帮我做的。来看几个例子。Wir lassen morgen unser Auto waschen。 我们请人明天洗车，不是我们自己动手洗。Sie lässt ihre Haare schneiden。 她去理发，是请理发师剪，不是自己拿剪刀。Ich lasse meine Wohnung streichen。 我请人粉刷我的公寓。说到这里，有人可能就会问，既然是请别人来做，那我能不能用 bitten 来表达呢？当然可以了。比如我去理发，如果你想特别强调是请理发师剪的，就可以说 Ich bitte den Friseur, meine Haare zu schneiden。 但你看这句话一下子就变长了，语法也复杂起来。其实即使你不明确说是理发师剪的，听话的人也能明白你是去理发店理发，而不是自己在家里拿着剪刀剪头发。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你更常听到的是 Ich lasse meine Haare schneiden， 这样听上去既简洁自然，又特别地道，不是吗？此外，上面这些句子在语法书上常被看成是被动语态的替代形式，也都可以改成相应的被动句式。Unser Auto wird morgen gewaschen. Ihre Haare werden geschnitten. Meine Wohnung wird gestrichen.
但其实这两种说法还是有区别的。用 lassen 的时候是强调请人来做这件事，用被动句则只是说明这件事情发生了，但谁做的就不知道了。所以在现实生活中，德国人更喜欢用 lassen， 而不是用被动态或者其他的替代形式，这样听上去既地道又省事儿，还特别自然。最后一个用法是用来建议或者是邀请，常见的结构就是 lass uns 加上 infinitive 动词不定式。来看几个例句。Was machen wir heute Abend？ 我们今晚干嘛？ Lass uns ins Kino gehen。 我们去看电影吧。 Lass uns gemeinsam kochen。 我们一起做饭吧。看到没？这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的表达方式。我们干什么什么吧。现在我们把 lassen 的3种用法系统的对照一下。第一种，相当于 erlauben， 允许别人做某事。第二种是请别人帮我做事，相当于 jemanden bitten etwas zu machen。最后一个则是提出建议或者邀请 vorschlagen。虽然从结构上看起来它们都差不多，但是语气和语境是不同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结合上下文来判断。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学习了 lassen 作为助动词的3种用法。那如果我想说的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呢？比如我已经让别人做了某件事，该怎么说呢？这个时候就要用到完成时。先来回顾一下情态动词完成时的结构。助动词 haben 加上不定式 infinitive， 再加上情态动词原形 Modalverb infinitive。 比如我以前会说德语 Ich habe Deutsch sprechen können， 而不是 Ich habe Deutsch sprechen gekonnt。 很多人在学了 lassen 之后，一到完成时就有点发懵。第二分词应该用什么呢？是 gelassen 吗？小心哦。lassen 作为助动词的时候，完成时结构和情态动词一样，都是 haben 加上 infinitive 再加上 lassen。 所以有一种说法就是 lassen 在这里相当于一个情态动词。举例来说，昨天我让人把车洗了，千万别说成 Ich habe mein Auto waschen gelassen。 正确的说法是 Ich habe mein Auto waschen lassen。 为什么呢？因为在这种有3个动词的结构中，只有助动词 haben 需要变位，而 lassen 和实义动词都不需要变位，所以它们2个都要保持原形。再看几个例句。Wir haben unser Auto reparieren lassen。 我们让人修了我们的车。Meine Freundin hat ihre Haare schneiden lassen。 我的女友去剪了头发。在这2个句子中，只有助动词 haben 发生了动词变位，实义动词 reparieren、schneiden 以及 lassen 都没有发生动词变位，保持原形。这个结构的确很特殊，不过用多了，你慢慢就会习惯的。现在轮到你了，请把下面这些中文句子翻译成德语。并把你的翻译写在留言区，我会来帮你检查纠错哦。如果你喜欢这类实用句型的讲解，别忘了点赞订阅。我们下期视频会讲到 sich lassen 的用法，它可是地道德语里
替代被动语态的神奇结构哦。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次见，Bis bald。